树回春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全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。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害怕你的我，点燃使命的火。CT 显示脑血管有轻微阻塞，还好是 TIA， 那些症状会自行缓解。检查了病人的 LV， 没有出现低流量的警报，我会给他做心超，看看有没有血栓。对不起，临时要处理病人的事，所以迟到了。是我不该打扰你工作才对。还没吃午餐吧？想吃什么？我不是了，你还要回门诊工作，你想问什么？问吧。我还没开口，你就已经知道我为什么约你见面了。那天我没说实话，你都看得出来了。是我妈的要你瞒着我的吧？他说他会跟你说，结果呢？他没说。你妈的2只眼睛已经患了白内障，越来越差的视力已经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。解决的方法当然是动手术，植入人工晶体。他一定是害怕动手术，才会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。交给我吧，让我来劝他。你只要确保他定期来做复诊就可以了。他总是这样，什么事都报喜不报忧。如果他不肯跟我说，我也不好拆穿他，只能麻烦你了。你们俩母女都一样，遇到不愉快的事，总是会放在心里。她不是我妈，她是我家婆，老人家比较麻烦。我妈的事就拜托你了。Dr. B 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欢迎2位载誉而归。夸张，只不过是完成护送任务罢了。不是啊，你们一上飞机的时候 ，Mr. Akin 就打电话来道谢，大大称赞2位，尤其是 Dr. Ho。优秀。没有啦，是 Mr. Akin 对我们太好。不是啊，你真的把杨迪照顾得很好，要给你一个赞。好了，你们刚刚下飞机，把东西交代好，回家休息吧。我还要归还器材和药物。Sis Ang， 你要查看一下吗？让我来处理吧。你也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帮你看着。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啊。你就是这样，医院的事永远比自己重要。No choice， 劳碌命嘛哈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 appointment， 我先走了。OK。你看起来很累，在意你很忙啊。还好啦，担心门诊的医生不足，急着想回来。可是杨迪又需要我们呢，我每天花很长的时间跟当地的医疗团队沟通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是我硬逼你送杨迪回应你。没有啊，逼得很好啊。我能够亲自把杨迪交给当地的医疗团队照顾，又能够看到2父女安顿下来，我的心安定很多。你的责任感本来就很强啊，只是不想混成有钱人。哎，还要真的谢谢你点醒我啊！你说过的，不管贫富，都要公平地对待每个病人。明明是你的功劳，干嘛要谢我？人是有盲点的，还是要谢谢你的仙女棒一点，让我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差点忘了，送给你。太见外了吧？我难得出国，小小心意，不给面子啊。下不为例。OK。在飞机上 ，Mr. Akin 和杨迪的情况都很好，除了一些基本的护理配件，我们都没用到什么。医药包只是以防不时之需，少用是最好啦。仁惠 ，Welcome back. I miss you so much. 你被长颈鹿传染了，反应这么 over。想你啊，是因为门诊少了2位医生，特别忙。好现实。
杨弟怎么啦？有没有哭着不让你回来啊？幸好那里还有他的姑姑和阿姨陪伴，他的情绪好多了，康复的也比较快。好了，这点算清楚了，你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了。谢谢， Thank you， 辛苦你啦。松了一口气。怎样？我家的柜子都安装好了吧？好啦，我不是有发 video 给你看吗？你说甲醛味很重，现在怎么样啦？我请了浩南和长颈鹿来帮忙，应该散了吧？那好，我先回家，改次才报答你们。这么快就回家啦？累了，想休息。我买了礼物给你们，先放在休息室，记得帮我分给浩南跟幼小。谢谢啦。由于心脏有血栓，所以脑缺血，形成小中风。那这次的小中风会影响他的行动和说话能力吗？幸好在黄金时间内送到医院抢救，脑功能伤害不大，但我会再安排进一步的检查。我会加强保血药的分量，溶解血栓，一旦血流畅通，就会恢复正常了。而且你要注意，饮食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少吃含 vitamin K 的食物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这只是小中风，虽然还有中风的风险，不过他已经留院观察了，你不用太担心。他心脏的血栓还没有清除，接下来的48小时是发病的高危险期啊！你担心的应该不只是接下来的48小时吧？他那么年轻就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，负面情绪是无可避免的。没意识到不按时吃保险药的后果。也还好有他哥哥看着他，我们也只能多多鼓励他了。病人不配合，是治疗的大障碍。是啊。Dr. Wan， 哎，竟然是鼎鼎大名的 Dr. Bay 大驾光临。不好意思啊，前几天我出差，你来报道，我没办法亲自欢迎你。不用客气，你的同事们都很热情招待我，甚至都不用我自己走进来。我听说了 ，Dr. Pa 背你进来的啊？怎么样？这几天还适应吗？当然是不适应了。医院的环境那么优美，设备那么齐全，这里的医生护士又那么帅气漂亮又友善。不要说我想当医生，连我自己都想当这里的病人，享受这里的福利。可是我听了版本不是这样。嗯，还有其他版本？传说你故意飞到非洲去参加医学研讨会，回来后说身体不舒服，需要自我隔离，延迟了1个星期才来医院报道，对吗？嗯，人言可畏。出席研讨会呢，是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。那不舒服是真的，自我隔离对大家都好嘛。生病隔离是社会责任，做得好。你真的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上司啊，还真会拍马屁。好了，不打扰你看诊了啊。Dr. Bay， 你回来了。Madam Lau，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说吧。我的脚底生了鸡眼，看了几次医生都不好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我今天没有值班了，而这里的医生很专业的，我们找Dr. Wan帮你好吗？不要，我现在谁都不相信，只相信你。哎呀，可是诊室都被占用了，或者我看看哪个医生可以帮。不要，你什么时候值班我再来。不用麻烦啦。既然 Dr. Bay 肯代劳，我当然不介意把诊室借给你。这个我先带，我先去喝杯咖啡。OK， 进来吧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上次来看病，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医生帮我把鸡眼割掉，为什么现在又长回来？痛吗？平时不痛，一走路压着就痛。OK， 这不是鸡眼，这是油，割除以后还是会长出来的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用别的方法帮你治疗哈。哎呦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跟帅帅的医生说是鸡眼，他没有查清楚，也跟我说是鸡眼，就随便帮我割掉？因为鸡眼跟油长得很相似，不容易分辨的。他是医生呢，怎么可以分不出？其实嘛，做什么事情都好，讲究的都是经验。对新的医生来说也是一样的。
如果我们不给这些年轻医生有学习的机会，他们怎么成为有经验的医生呢你说的对。 ？OK， 现在我帮你做的是透热疗法，不要怕啊。我现在帮你打局部麻醉药啊。疣是因为病毒引起的，所以以后可能还会长出来啊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要怎么避免它再长出来？避免接触病源，保持干净，勤劳洗手，最重要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对，小心点啊！谢谢。回去观察2个星期，有需要再回来复诊啊。谢谢你 ，Dr. Bay， 给你一个赞。 OK，take care。OK，thanks，bye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耽搁了你的工作。不会，如果你肯愿意继续看诊的话，那我就提早下班。医生只有加班，没有提早下班的。看来我想偷懒都很难了哈。真的是很难的。门诊的病人这么多，我跟豆豆后出国这几天，还得麻烦其他的医生加班。你才刚出差回来，医院没让你回家休息吗？我不在医院这几天，很多事情要 follow up 的，所以我得留下来查看看诊的记录。医生是人，不是神，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的。你这么做会让我们这些初级医生很大压力的。你不用担心的，我不是无良的上司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下班的时候不会逼你留下来的。OK？ 好啦，那我就继续为病人看病。他为了谢谢我们帮忙看家，还买了礼物给我们。哇，没想到人会那么好，出差还买手皮呢给我们。我们弄脏了他家的地毯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收他的礼物？是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收。等他回家发现有问题，一定会打电话过来问的。不要紧张，有哥在，我处理的这么好，他是不会发现的啦。是有人会发来的简讯。强啊，他会不会是发现了什么？我买了很好吃的印尼调味料，明晚来我家吃大餐。仁惠要请你们吃晚餐，你看我都说了，我做事你们放心。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坐。这么巧，大家都在这里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：鸡眼跟疣有什么不同？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，也就是 HPV 感染所引发的皮肤病，会滋生繁殖，会传染。鸡眼是因为脚部长期受压，角质层增生才会出现的，不会传染。没错，疣一般上是呈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乳头状，断面粗糙，偶尔会有轻微的出血，但鸡眼就不同了，表面光滑，完全不会出血。可是Dr. Bay，你为什么突然给我们上课？是不是有病人投诉？鸡眼是可以割除的，疣割除以后还是会复发。一定是没那么捞啊。对不起啊，他跟我说是鸡眼，我就没有再仔细检查了。这就要先入为主。我之前也有被病人误导过。我不是要责怪你们，只是要提醒大家，不要那么轻易的被病人影响，要自己小心的判断。知道了，Dr. Bay，对不起啊，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们都是新人，一步一步来。Dr. Bay，人会说你们天还没亮就到印尼机场，你不累吗？为什么不回家休息？我有工作就不累了，因为我是工作狂。我还以为你是来这里监督我们，看我们有没有偷懒。哦，这么怕我啊？好了，那我先走。Dr. Bay，你终于肯回家啦？我是去巡房。对不起，没事。本来是想买一杯奶茶给你提神的，结果，你看你弄成这个样子，总不能在门诊走来走去吧？没事了，刚好我车上还有一件上衣。还有，我现在去拿。对不起，脚有点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裤子，你车上该不会还有第2条裤子吧？Dr. Bay，你好像尿裤子喽。我车上真的没有其他裤子了。啊，没办法，我看我真的要回家了哈。OK， 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。清洗费多少？让我知道。不用了，小事。哇，你把奶茶倒在别人身上也很屁哦。你到底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？你说呢？你该不会是故意逼Dr. Bay回家的吧？
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干嘛问我？去问病人的主治医生。我才不要问他，他不会告诉我的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抢救及时，病人没事。那再多说一点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拜拜。哦，我还有话要跟你。力哥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你干嘛拉我过来？不要问了。总之，我救了你的命。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为什么还在这里？是上天安排的吧？他让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要救你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小三不能当，迟早会出事的。小三？嗨，嗨，抱歉等了很久吧？不会，我也是刚到。这是我们公司准备推出的新药资料，你看看。好啊。这款 antibody 跟市面上其他牌子的成分稍微不同，不过药效差不多，价格相对便宜。这是才刚拿到认证的新药啊。目前新加坡只有我们的药厂有这款药的代理权，售价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。如果你们医院能签至少2年的合约，我可以跟公司商量，多给你们15%的 discount。厉害，垄断市场，再来议价，你是有备而来的哦。双赢吧，让顾客满意是我的责任。So， 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你把资料 email 给我，我回去仔细的看一看，过2天再给你答复。动作要快哦，如果别的医院先签了合约，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好的价格了。谢谢你。每次有新的药，你都那么关照我。那得要怎么谢我啊？此刻的天空比过去的都要广阔，因为它现在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看到你发的照片，刚好自己在附近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再晚一点我就会走了哦。看来今天我的运气还不错啊，赏不赏脸，再陪我喝一杯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要我请客都没问题。
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。今天是周末，不用陪家人或老公嘛？祝你从此海阔天空，或许以后还可以再找到一个陪你一起飞翔的 partner。其实我去了律师楼，拿了离婚证书，很惊讶吗？有一点。虽然看见你把结婚戒指拿掉了，不过还是不敢胡乱猜测。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提了。我只想从此海阔天空。祝你从今天起，迈向崭新的人生。有一个潜在的伤口，在无意的时候牵动多少感受，有一份春芳的温柔深藏在我心头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彼此现在的交涉即使能还原，为生活超越了朋友，好想和你牵手，想和你牵手，或许你不明白我爱的感觉，爱的感觉还在心头，想和你牵手，一份寄不出的温柔。